自从罗峰在囚龙星认识高升后，便彻底刷新了他对宇宙富二代的认知。当地球人还在炫耀跑车的年纪，高升开口就是价值100万黑龙币的飞船。不过巴巴塔对此却是嗤之以鼻，因为他的老主人呼延博可是一位比高升厉害1000倍万倍的飞船狂热爱好者。作为呼延博手中最拉风的座驾，通体由 F9 及金属赤混同母打造的陨墨星号，早已在宇宙中闯出赫赫威名。即使强如不朽神灵，也难以在它的表面留下伤痕。而相较于防御，陨墨星号更出色的地方则是进攻。虽然它并没有搭载星际战舰上的恐怖歼星炮，但光是被打磨得无比锋利的飞船边缘，就是一件极为可怕的武器。一旦让陨墨星号的速度飙升起来，哪怕是借助强者的躯体，也能硬生生切成2半。当狱主级的罗峰在崔浪星域执行任务时，便不幸遭遇2株借主9阶植物生命的围攻。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，多亏有巴巴塔驾驶着陨墨星号拍马赶到，才成功割开藤蔓，杀出一条血路。当然，船身锋利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带来了陨墨星号高达30倍光速的极致速度。普通飞船为了避让星空中紊乱的陨石，通常难以保持极限速度飞行，且加速过程也无比漫长。但在暴力的陨墨星号面前，锋利的船身直接便能将陨石切碎，根本不用考虑闪避的问题。甚至当加速到一定程度后，连恒星都能够劈开。也正是凭借陨墨星号变态般的速度，罗峰才能一次又一次在危机边缘化险为夷。不过，性能如此逆天的陨墨星号所需要的代价也极其高昂，单是制造成本就高达300万混元单位，几乎占据呼延博总资产的1/3。而这位陨墨星主人也无愧于飞船狂热爱好者的称号。罗峰又得到了强者的遗产，呼延博和他比起来弱爆了。罗峰接受强者的遗产，其实次数并不算多，但每一次都足以改变他的人生。之前在地球得到了呼延博的遗产，让他平步青云，有了踏出宇宙的资格。可当他第2次接受强者遗产时，罗峰已经是宇宙之主，甚至已经复活了呼延博。而这一份遗产，更是来自宇宙顶尖实力的10届强者。原著中，罗峰为了得到强者劫贩子在宇宙海留下的遗产宝藏，他驾驶着木灵之舟穿越宇宙洲内域，经历近900年的艰难险阻，终于抵达了神秘的青色密室空间区域。他此行的目的，除了寻找劫贩子遗留的宝藏，同时也希望能在途中捉拿紫月圣地的强者，一举两得。然而，紫月圣地的强者们似乎非常小心谨慎，罗峰一路上并未发现他们的踪迹。在木灵之舟的帮助下，罗峰成功地避开了众多危险，甚至在一些宝物出世之地找到了几件至宝。混沌城主曾告诉罗峰，木灵之舟几乎可以抵挡宇宙洲内90%的危险，这让罗峰更加坚定了寻找宝藏的决心。经过2天的努力，罗峰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青色信物空间密室。他走进古老的建筑，穿过空间，来到了一个虚空中，那里有9颗巨大的炽热火球，环绕着一片悬浮的陆地。罗峰站在陆地上，仰头望向天空，发现9颗火球的光芒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幅画卷。画卷上的文字虽然不是罗峰所知，但每个字都蕴含着波动，传递着信息。劫贩子是一位特殊生命强者，天生便以水之法则成为不朽。他修炼至宇宙最强者，创立了新的绝学水火本源。他认为水之法则和火之法则并非简单2种法则，而是牵扯到生命之源。他走遍原始宇宙，观察宇宙海，参悟了2轮回时代，使水火本源愈加完善。虽然他未能超脱轮回，但他希望后辈能将他所悟传承下去。罗峰在这片神秘的空间中，感受到了劫贩子的智慧和力量，意识到自己不仅要寻找宝藏，更要学习劫贩子的绝学，传承他的精神。罗峰对劫贩子的成就深感震撼，他意识到水火本源这门武学不仅仅是力量的象征，更蕴含着生命和万物的本源。在劫贩子的宫殿中，罗峰找到了大量的宝藏和武学秘籍，这些宝藏的价值甚至超过了一个族群的财富。劫贩子的宝藏中有着32件巅峰宫殿类至宝和91件普通巅峰至宝，以及其他珍贵材料和宝物。罗峰对这些宝藏的数量感到惊讶，他决定用这些至宝修复自己的事无羽翼，并开始研究水火本源。这门武学不仅深奥，而且具有巨大的潜力。说修炼到巅峰，可以瞬间创造一个真正的宇宙，让敌人陷入其中无法逃脱。罗峰沉浸在水火本源的研究中，他发现这门武学的精妙之处远超他的想象。他开始尝试修炼，希望能够掌握这门武学，继承劫贩子的遗愿，将这门武学发扬光大。在这个过程中，
罗峰不仅获得了力量的提升，也对生命和宇宙的奥秘有了更深的理解。罗峰渴望成为宇宙最强者，也就是真神境界劫贩子。这位一度接近超脱轮回的传奇人物，最终未能走完最后一步，令人惋惜的陨落了。尽管劫贩子未能完成，但其绝学的潜力巨大，足以影响罗峰未来的道路。罗峰认为，劫贩子的绝学虽然独特，但直接指向最终目标未免过于艰难。与之相比，传统的修炼方法更为稳妥，通过10大基础法则——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、光线、雷电、风、时间、空间，来凝结虚空，是成为真神的王道。尽管如此，罗峰还是计划在成为真神后，借鉴水火本源中的水与火元素，以求超脱轮回。在获得了劫贩子的传承金球和宝藏后，罗峰将这个好消息告知了混沌城主。混沌城主也对这位强者所留下的宝藏数量感到震惊，尤其是32件巅峰宫殿类和91件普通巅峰至宝，远远超出了人类族群的预期。混沌城主和罗峰都意识，这些至宝对于人类族群的发展至关重要。他们不仅可以提升现有宇宙之主的实力，还能为未来的宇宙之主提供装备。罗峰决定在修炼的同时，将这些宝物送回族群，以支持族群的长远发展。罗峰的修炼之旅充满了挑战和冒险，他乘坐木灵之舟探索了清风界、宇宙洲和刘崇山3大绝地。在这些神秘的地方，罗峰不仅锻炼了自己的能力，还增长了见识。他明白自己的主要目标是修炼，而非无谓的冒险，因此在探索中始终保持谨慎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罗峰在修炼中度过了1000年、万年，甚至10万年。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，他不断成长，逐渐接近自己的目标。他回到原始宇宙，将大量至宝送回族群。这次得到这么多至宝，罗峰自然会选取几件，让自己4大神体的兵器、铠甲等都尽量完善。可自己单单一个人又能用多少呢？更多还是扔给族群。相信当初的元祖、巨斧创始者也都是这般为族群贡献，然后继续他的修炼之旅，不断追求更高的境界。转眼间，罗峰这位银河领主已经驾驶着一艘洁白玉色的小船，漂浮了60万年。在这漫长的岁月里，罗峰成为了3大绝地中人人敬畏的存在。这一天，3大绝地之一的刘崇山上，3位宇宙之主正紧张地等待着一件至宝的出世。他们分别是赤红色的岩石生命、黑色皱皮生物、双面4臂强者。3者都施展了领域类至宝，试图覆盖周围区域，但都只能覆盖部分区域，无法预知至宝何时出现。突然，原本狂暴的水流开始有规律的移动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龙卷。3名宇宙之主立刻燃烧神力，准备争夺至宝。然而，一艘洁白玉色的小船从龙卷中破水而出，令他们目瞪口呆。他们立刻认出这是罗峰的座驾。其中一名双面4臂强者立刻逃入宫殿至宝中，试图逃离。然而，银河领主的名声早已传遍3大绝地。在过去的60万年里，罗峰已经抢了数十次至宝，他的夺宝效率甚至比5个宇宙最强者还要高。罗峰之所以如此高效，是因为他拥有一艘古文明留下的木灵之舟，可以直接钻入危险之处，提前截获至宝，而他的对手们只能在外面等待，无法提前得知至宝的下落。在罗峰出现后，但被银河领主用星辰塔吞吸。鱼览之主在宫殿之宝中挣扎，但最终还是被吞吸进了星辰塔。在这60万年来，罗峰闯荡3大绝地，时而出现在刘崇山，并且一直销声无息，并且一旦碰到紫月圣地宇宙之主，总是下手狠辣，也不知道是关押了还是灭杀了。紫月圣地部分宇宙之主都退回圣地宇宙了，可还是有些宇宙之主不愿这么退去，他们小心谨慎地寻找机缘。罗峰轻松地将出世的至宝收入囊中，并对其他2位宇宙之主表示歉意，表示自己只是路过。这2位宇宙之主恭敬地表示不敢与银河领主争夺至宝。随后，罗峰的小船迅速飞远，变成了黑色，并稍微改变了外形。在星辰塔的镇压空间内，鱼览之主与其他3名紫月圣地的宇宙之主相遇，他们对罗峰咬牙切齿，但罗峰却表示他并没有要杀他们，而是紫月始祖不愿救他们。双面4臂强者与鱼览之主试图逃离。鱼览之主是紫月圣地宇宙之主之一，时而出现在宇宙中清风界，总是突然出现，直接抓走